欢迎来到三人信箱，终于到三人信箱了，好期待的单元哦！又是要聊天的单元，对，来跟大家聊聊，去收集一些有趣的故事。对啊，就是三人信箱，大家记得那个会员们可以到我们底下连结去填写自己提问，对吧？所以到现在就是都还是大家都有在更新他们的提问吗？有一些有，对，可是现在最近比较少，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赶快再继续提问。对，然后这些问题可以是你自己生活上的情感，或是友情，或是关于我们的问题也可以问，或故事分享，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故事你真的很想跟别人说，你也可以跟我们讲，然后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你想跟我们聊聊的东西都可以。对，那如果你不想要名字被讲出来的话，你可以用一个化名，或者说你不想要被公开名字。可是基本上我们都不会讲名字啊。对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你是谁。好，那我们先来第一题吧。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女生的问题吧，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好沉重。我觉得是友谊跟爱情，然后还有生活的议题。这一题我觉得它是一个听起来你是一个付出型人格的人，就是你很愿意为别人付出，然后比较不求回报型。可是相对而言，这种人格的个性，我觉得就是会导致你的生活压力变得很大，很累，就很累。可是你一部分如果是做得好的话，比如说如果你很舒服这段关系的话，你一定可以从中获得能量。可是现在看起来是有点失衡的状态。而且连友谊、自己的生活品质，还有自己老公这边都顾不好，对，是一个蛮糟糕的情况。而且我能想象他心里受到多少的折磨，还有难受，就感受到从文字啊，从这里面就可以感受到说，其实压力蛮大的。对，可是他现在希望我们提供一个建议是说，他不想要毁断这段友谊，可是他又想要让他自己的心里比较好受。那我们有什么建议呢？我自己提供的建议，我觉得你要先了解这些事情的轻重缓急跟优先顺序。譬如说，那个朋友真的很需要你帮助，没错。可是你跟你老公的婚姻已经处于一个危险边缘的时候，那你就要去衡量说哪一个是比较重要的。你跟你老公也需要帮助，那谁帮助你们？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因为我觉得你的人生中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永远都是你自己的人生。因为你都说了，你现在1到6都在工作，为他工作，而且领不到正常薪水的1/4。你的生活整个给了你这个朋友，然后你在跟他讲说你有生活上的问题，或者在跟家人上有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还无视你，他觉得他自己才是那个受害者，最可怜的那个。我觉得光是这一点，你的朋友就不够尊重你这个朋友，所以我觉得听起来是有点可惜，有点可怜。你应该要先重视一下自己的整个生活状态，因为你压力很大。如果这个压力让你大到整个生活感觉都已经没有品质的话，你势必得把让你整个人生很低潮的东西给丢掉，这是一定得割舍的。然后你就已经跟朋友反映过了，然后讲也没有用，就表示他真的也没有在乎你的生活品质有没有好。那这时候我觉得割舍掉也不是你的错，你不能把他这个朋友抛弃，或是让他离开他之后他的生活品质下降的这些事情怪在你自己身上。因为他总得找到他自己的出路，他的人生过得不好，完全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尽了你的全力帮他。可是如果你再不离开他的话，反而会让你自己沉沦在这个不好的环境里面的话，对你来说完全不是好事。可是我蛮能理解他的感受的，一部分是为什么？是因为他有可能他离开的话，导致他失去监护权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有些人是对有些人来讲是很严重，如果你有小孩的人，你一定会知道说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严重。可是他都在为别人着想。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可能是不是说要把它割舍或怎么样，是那个次序的分配，然后还有时间长短的分配可以去调整一下下。你有可能可以慢慢减少，可是不一定说我现在就马上抽离他
整个人生。当然，你可以从礼拜1到6变成是135或26去帮忙他。可是同时，我觉得你也要帮助你的朋友去找其他的协助，比如说你去让他有一些就业辅助的辅导，或者是其他有困难的地方咨询，让其他社会的资源进入，帮他得到正常的生活品质，而不是靠你一个人的力量去帮助他，因为2个人力量有限，你可以好好利用这个社会的资源。这个你觉得？好，我觉得啊，我其实从我因为我们这个月去开刀，我就是身体真的是很不舒服，所以就导致我一个这么爱工作的人很难回复我客户或是我朋友他们车祸真的是需要及时回复的讯息，我都觉得说天哪，再让我休息一下下，马上就回复，马上就站在那个岗位了。我觉得这样子让我自己觉得说，真的需要先照顾好自己，你才有肩膀，才有能力去照顾你想照顾的人。所以先把自己照顾好，你才可以再去照顾别人。因为这一连串的故事听起来，他的问题很多。他要先处理他朋友，他处理他丈夫，还要处理他自己心理问题，还有他自己的工作可能薪水不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优先次序，大家可以你可以先想一下，说要怎么解决比较好。哪个东西是你现在最需求？比如说你心理上你真的很需要帮助，那你现在就必须要先把你心理先照顾好。但是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你的心情其实压力真的蛮大的。对。而且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对，我觉得这真的好的。我觉得我愿意为朋友这样付出，真的是很值，真的是他当你朋友真的很值得。我真的觉得我身边的朋友，我真的是喜欢。我觉得第一大特点就是绝对不自私，因为如果会自私或是真的是很不会互相协助或帮忙的话，我觉得就比较不会当好朋友了。对，好，但还是得照顾好自己。对，好，第二题。这一题真的超好笑，而且这一题好像我好像看过2、3次，原来你有私底下问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这个问题那么好奇。这个对，那大家知道说怎么分辨吗？不是，这分辨是为什么去？应该先讲说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他就为了干净卫生啊。没有，很多人是宗教因素。很多犹太人会去做割包皮这件事情。台湾是因为卫生。台湾其实不一定，台湾有时候是半推半就，他也不是说怎么卫不卫生，就是为了卫生，所以就传统的观念啊，就觉得说你一定要，就妈妈都会担心说你会不会是不会洗，就太长，或者是会不会卡太臭，会发炎。我把它归咎于台湾的性教育不足，然后他把它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你去割完之后就不会有这，我把它归咎成这样的。你乱讲，这有割跟没割就差很多了。等一下，我光是听到这个问题，我就很好奇。我那时候原本想说，到底要不要把这题拿出来回答？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因为它其实就是2个字就可以回答完，是或是没有。可是我们还是把它拿出来，因为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故事，很有趣。我们先从有没有开始好了。然后我们3个都是有。我没有，他没有啊，你没有，他没有，你疯了？没有，他没有，他一直都没有，你疯了？那你的长度刚刚好。对啊，我不需要。他没有 ，baby， 你到现在不知道？我不知道好，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割包皮到底要干嘛？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他分不出来。对，所以我才会跟你讲说，你知道说怎么分吗？OK， 你又不知道怎么分，就是很好笑。他完全分不出来，所以他根本没资格讲这一题。他除了自己可以分享经验之外，我以为你是太小的时候就已经用好，所以看不出色差。没有，通常弄完之后，大家如果是有那个经验，就知道这个色差会比较明显。对，可是我们来讲，好，我们先跟女生说，割包皮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它可以让你的男生的性器官比较干净一点，因为有时候他的龟头被包住之后，它很容易有脏东西卡在那里面，他们从来没有退出来过，所以有些女生或是有些男生，他们在有性行为的时候，他们闻到他们的下体非常非常的臭，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认真清洗过，有异味了。我觉得其实就跟女生一样，女生私密处可能也会发炎，发炎其实就有可能会有些异味，对，就有点类似这种状况。女生其实也是有包皮的，她也是会有卡垢，所以还是要清洗干净。但男生他们是因为清洗不了到里面，他被那个皮包的太紧了，所以才会有味道跑出来。所以那我们来说你的经验吧。割包皮很重要。然后我第一次，我不是第一次，就只有那一次，他人生只能有一次。我是大概小3还小4的时候，小3小4，我好像小5，被我妈抓去割包皮。你妈好可怕哦！她说割包皮的条件是她要买
一个 Wii 给我游戏机。以前任天堂大家玩过吗？Wii 还是就是早期的那个版本的时候，对，不是 Switch 哦，是一个当时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电玩。然后我想说好吧，为了这个报屁好，可能班上同学都在玩，为了这个真的是是有点瞎。可是国小就会为了就是电动就想要啊。可是小时候没有拒绝权啊，然后妈妈就说那你给你一个电玩，给你一台 Wii，那你去做这件事情就当奖励啊。对，所以你还是会说好啊，你不能说不好啊。可是我觉得这真的很可怜，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没有，他还没讲完。你讲。因为我觉得最好像是你妹有分享说，她那天回家就看着哥哥吃着冰在那边，而且哭，然后下面还流血，然后垫着卫生纸，然后就边掉眼泪。他妹讲这个时候，我们全部人笑爆，因为我觉得太好笑了。这是妹妹最大的利益者，她还可以玩 Wii， 对，太荒谬。我受伤，然后她还可以在那边玩电玩，然后 Wii 还是盗版，超好笑。然后我都记下来，还是买假货，对，好好笑。可是。后来的好处蛮多，可是我一直觉得好处很多吗？那个医生没有开得很好，就现在的科技其实比较好，它其实1秒钟就可以帮你用完。可是以前他们是这样慢慢缝。我今年是小5，然后就突然就被抓去，然后我爸就说，他自己有，那要叫我们自己去做，所以就蛮单纯。然后对，我们就被抓去。那会痛吗？会啊，很痛啊，超痛的啊，那时候都不能去运动啊。那妈妈给你喂吗？没有，那时候还要上体育课，妈妈们还要写联络簿说，我儿子最近科暴毙，所以不能上体育课。可是好像妈妈都很担心，因为我妈在我国小的时候就一直很坚持要跟我一起洗澡，就一直要检查。我想说我都很正常，我可以自己洗。那是传统，我觉得真是台湾人的一个很奇怪的观念，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他们以前那一代可能有一个就是说一定要割，可是现在很多人说主流是讲说不一定要割，是要看。是真的是不是过长？当然你要看你会不会过长，有些人是完全推不起出来。我是推出来了，所以基本上其实就是你还没有反应之前，只要你的头是露了出来，其实就可以了。所以我说建议不要太小去割啊，会有一些疑虑在，对吧？好 ，OK， 好。可是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你想知道我们有没有割？因为可能欧美很多人割，而且我们都想象，而且我们都回答，就搞不好我回答出来之后，他们就会有想象说你有那条界限。因为犹太人都要割啊，你是有那条界限的，我没有那条界限。对啊，犹太人是要割。因为其实在分辨，我觉得台湾人普遍有割的几率其实蛮大的。有很大吗？我觉得很好，还好。你看3个里面就有2个。可是你不能这样算啊，干，真不能这样算。好了，下一题，下一题，好好笑。这一题他不是讲说，我之前提到说老夫老妻的问题，然后可能会比较变淡，可是我觉得也不是变淡，我觉得就是太习惯于那种相处的方式。可是我最近跟一个朋友学到，就是我们的好友泰拉，我觉得他们有个事情就做很好，他们每年都召开一个会议，然后再讲说自己可能要怎么去调整这一段关系中要怎么去调整那个方向。她跟她老公啊就会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值得学习。可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在做的啦，我觉得我们有慢慢在做，可是我们并不是会说开一个会议那么正式，我们平常也会沟通，然后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时常要把它拿出来讲，然后一直去改变刺激的东西。他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哇，我跟他在一起，哇，这个相处好平淡。可是平淡是不是有没有办法改变，或者说有没有办法变成说以转换怎么样的方式？因为我觉得最常听到一句话，其实我超级不认同。他说相处久就变家人。我也不能认同，我完全不能认同。很常听到这种话就分手，或是就离婚了。我觉得通常会讲这句话的背后的原因是他没有去解决他们两个之间遇到问题，而是磨，然后两边都消耗殆尽就 OK 了。变家人就只是没有感情，然后不想要沟通的借口。
因为我觉得我们又是像家人，可是又是像情人，然后在很多方面又是像朋友，我觉得我们比较类似这样的关系，并不是说我跟他相处久我就变老夫老妻就变家人，我跟他也是蛮多激情的，不然我们怎么遇到他，对吧？我觉得有部分人来讲就是这样子啊，所以那个或者是想要寻找更多激情才会遇到他，有可能我不确定，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对我而言是一个借口啊，你们觉得如果变老夫老妻，我觉得是一个借口。对，我们之前其实也回到过类似的，就是说变家人，对，这不是一个理由啦。因为如果你真的有认真在经营这些关系的话，它永远不会只是变家人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还是会对你的爱人有不一样的情感，而非家人的感觉。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到现在，就我们相处快2年，我自己都还非常有新鲜感。我所谓新鲜感是，有时候在很多小地方的时候，就觉得他们两个怎么让你又好气又好笑，又是会让你觉得，比如中学生反应那个表情，我就觉得好好笑，好可爱。其实我这辈子好像没有看过他这样的反应，类似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其实仲学蛮会找一些情绪的，比如说真的蛮会找情绪，惹到太多次，他不开心的时候，他就会给他一个小红包，或是给他按摩券，对，是这种。然后就会说，难怪我们可以相处这么久。就是一些小情趣、小逗趣，会让你的生活有更多的新鲜感跟小火花。我觉得他比较类似说，他一次在解决这些问题。可是我是比较喜欢的方式是那种生活中他一直给你撸，因为我就是那种撸小型。他们两个应该觉得我很撸小，可是我觉得那就是我自己经营生活情绪的一个方式。对啊。那你终于觉得？我觉得生活上面，感觉不可以有太多的交集点因为比如说就像是兴趣，如果你们两个都兴趣都一样，太多一样的话，因为你们就可能就很少可以有那种不一样的话题可以交流。是吗？因为可能你们私底下就是因为你们今天发生的事情都一样，那一样之后可能都知道说都已经消化完了，那可能就真的可能就回到家就真的休息了。所以你觉得有距离感会比较有话题跟沟通的桥梁空间？不然就是可能是那个兴趣，比如说就像是我们兴趣可能拍影片，但拍影片是可以有很多题材的，或是还是有很多国家可以去的。但是我们想蛮多事情可以一起做。对，就你不会无聊。就是你们可以想，你们生活交集点可以不用太多，但是你们可以共同完成的目标，可以去想说可以做什么事。目标嘛，我觉得是目标。然后再到他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同性恋比异性恋容易可以分手？我自己觉得是，可是这个前提是异性恋有小孩的话，的确是同性恋比较容易分手。可是同性恋有小孩的话，也不一定会比较容易分手啊。对，只是我们很难有小孩而已。对，所以其实有小孩，所以其实基础上是一样，很难啊。对啊，也是有的。当这个人你的伴侣不适合你的时候，你想离开的时候，就随时可以离开，不管你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了。对，不适合就是分开啊。对，所以没有比较容易或是不容易。然后独立性这件事情，每个人我觉得都该学会。你够独立的时候，你才不会怕说你没有勇气去离开一个完全不适合你，然后一直让你心里受折磨的人。对，大家都得学会这件事情。可是不代表你独立就得单身一辈子，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个你愿意依靠一辈子的人。可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照顾好。对。我觉得情侣在一起很大一部分就是沟通跟为彼此改变去磨合。像是我们在一起，你刚刚提到那个耐心、包容度，那都是慢慢训练出来的。因为像他说，他前一段感情他是一个非常没耐心的人，可是他经过那一段之后，他在我们这个感情里面他是最有耐心的。我应该是吧？对啊。然后我一开始他们觉得我脾气很差，然后现在他觉得我脾气比较没那么差，比较像一个人，比较像一个人。可是对他不会这么容易骂脏话。他真的比较稳定度高很多。可是像我们讲一只狗一样。可是我觉得这两个是他提到2件事情，一个是这两个相处，他们两个之间相处的问题嘛，对。然后另外一个是他的独立性问题。我觉得这两个是可以同时并进。有些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两个相处，那我的独立性是不是就丧失？可是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是你可以同时并进。你的独立可以在譬如说你的工作上或什么方面，或是你自己寻找某一些方式你是独立的，可是你又可以在某些方面你得到他们的互相包容、互相关怀、互相照顾，然后如果你难过的时候，他们会互相慰问你。这就是
另外一种方式，嗯，就是它是一个很巧妙的关系。有些人很喜欢很独立的方式，有些人喜欢比较黏，可是每个人喜欢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可是你要找到你自己舒服的方式，还有自己喜欢的位置，我觉得这是需要的。对，因为如果你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不太适合说你真的太独立，因为有时候你太独立啊，对方就会觉得你是不需要我。但是你如果某一些地方你明明就可以，但是你让他去帮你完成，他就会觉得说你生活中是需要他的，那他的安全感就会很大。我觉得太过独立又太过黏都不是好事。就这样，所以还是这样，就是一样。我觉得是找到说你舒服的生活方式。对，反正就是找一个平衡方式，因为每个人方式本来就不一样。对，但是绝对不要极端啊。对啊，重点是彼此之间要沟通一下，也不是说就是我独立我的，然后我黏我的，没有这个。而是像是有时候就会觉得说他可能一开始很独立，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你可以让我们帮你一点什么事情，或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什么事情，就会比较有，就是你可以不用自己一个人去做。在你愿意退一步的地方退一步，可是如果你有些地方真的坚守自己的话也没关系。可是如果我真的不适合的话，那就得分开。所以沟通跟协调很重要。对，你愿意退一步的话就可以退一步，两个人会更和谐一点。但他如果踩到你的底线的话，那就是没办法。好，所以我今天回答了一些荒谬的问题，然后难过的问题，有一些情感上的问题。好，大概就这样。对，如果你还有其他故事的话，欢迎再跟我们分享，然后留言一下你今天喜欢哪一个问题，或者你觉得哪个地方很好笑，就不要再问一些奇怪的问题。不过奇怪的我们也可以回答。好笑，我自己都觉得好笑。多问一点。OK， 好，下期见喽，拜拜。